第30章新的开始。水仙花街2号、4号和6号是连排的建筑，采用多边形4坡屋顶，整体外观灰蓝，3个烟囱醒目耸立。这里当然没有草坪和花园，也没有门廊，入口直接面对着街道。廷根是改善住房公司的斯卡特，拿着一串铜制的钥匙，边打开大门边介绍道：我们的连排房屋都没有门厅，进入就是起居室，有一个朝向水仙花街的凸度窗，采光相当不错。映入克莱恩、班森和梅丽莎眼眸的是一组沐浴着金色阳光的布置沙发和堪比他们之前2居室的宽敞空间。这个起居室也能当作客厅，它的右侧是餐厅，左侧墙上有供你们冬天取暖的大壁炉。斯卡特熟稔的指点着。克莱恩扫了一眼，确认这是粗糙的开放式格局，餐厅和客厅没有丝毫隔断，但又远离了凸度窗，显得相当暗淡。那里摆放着一张不大的红色长方形木桌，周围有6把软垫硬木的靠背椅环绕，而左墙位置的壁炉与克莱恩以往看过的外国电影、电视剧一样。餐厅后面是厨房，但我们不提供任何用具。起居室对面是小客房和盥洗室。斯卡特迈开步伐，将1楼其余的布局详细介绍了一遍。盥洗室分为内外2间，外侧是洗漱的地方，里面是厕所，有折叠门分隔。客房说是很小，但也有梅丽莎目前住的隔间那么大，看得他有些发愣。看完1楼，斯卡特领着兄妹3人来到盥洗室旁边的楼梯道，往下是一个地底储藏室，里面的空气非常沉闷，每次进去前记得先通风。班森不动声色的点了点头，跟随斯卡特沿阶梯来到2楼。我左手边是一个盥洗室，与它同侧的还有2间卧室，我右手边也是同样的格局，只是盥洗室在靠近小阳台那里说话间。斯卡特打开了盥洗室的门，并侧过身体，让克莱恩、班森和梅丽莎能毫无阻碍的打量。这个盥洗室比1楼的多了浴缸，马桶旁边同样有折叠门，虽然积了些灰尘，但没有其他肮脏的地方，不恶臭不拥挤。梅丽莎怔怔看着这里，直到斯卡特走向旁边的卧室，才收敛目光，缓步跟随。走了几步，他又回头望了一眼。见过世面的克莱恩对此也是相当欣喜和期待，因为哪怕房东先生经常监督大家清扫，公共盥洗室依然不够洁净，常常让人有呕吐的冲动，更别说某些急躁的时候还容易遇上排队。另外的盥洗室和这个一样，4间卧室只一个稍大，摆放有书架，其余差不多面积，有床，有桌，有衣橱。阳台很小，每次不能晒太多衣物。斯卡特站在走廊尽头，指着有门和锁隔开的地方道，这里还有完整的下水道、瓦斯管道和计费器等设施，非常适合你们这样的绅士和小姐居住。每周只需要13苏勒的租金和5便士的家具使用费，另外需要2周的押金。没等班森开口，克莱恩好奇打量着4周道，如果想买下来，这栋房屋大概需要多少镑？作为大吃货国的穿越者，买房置业的渴望始终存在于他的心里。听到这个问题，班森和梅丽莎都吓了一跳，用看怪物的眼神望向克莱恩。斯卡特则坚定地回答道，买，不，我们不会出售房产，只提供租赁，我只是想了解一下，明白吗？了解一下。克莱恩尴尬解释道。斯卡特犹豫了几秒道，上个月水仙花街11号的房主刚好出售了类似的房屋，以地契年期的方式，15年300镑，这比直接租要便宜很多，但不是谁都能一下拿出那么大一笔钱的。如果要完全购买，房主的标价是850镑，850镑。克莱恩飞快开始了心算，我周薪是3镑，班森是1镑10苏勒，房租13苏勒，每天都吃好的情况下，一周大概得用接近2镑，还有服装的分摊、交通费用、人际交往开销等等等等，一周顶多能攒下10几苏勒，一年35镑左右，850镑大概需要20几年。就算只是地契年期方式的300镑，也起码得8、9年，这还不考虑将来结婚、分家、生孩子、外出旅游等事情。没有个人住房贷款的这个世界里，大部分人应该都只能选择租房了。有所明悟的他退后一步，瞄了眼哥哥班森，示意他去交涉房租价格。至于梅丽莎的意愿，光看他一直晶亮的眸子就明白了。这个瞬间，克莱恩有种关门放班森的错觉。班森用他没有相迎的手杖点了点，左右望了一眼道，我们应该再去看看别的房屋，这里餐厅的采光太差，阳台又很小，你们看，只有那个卧室有壁炉，
而且家具都太陈旧了，我们搬进来都换一半以上。他语速不快不慢的挑了一堆毛病，用10分钟的功夫成功说服了斯卡特，让他把价格降到了房租12苏勒，家具使用费3便士的程度，押金也凑整为2磅。没再浪费时间，兄妹3人跟着斯卡特返回廷根市改善住房公司，签署了1式2份的合同，并到廷根市公证所找了公证员公证。交了押金和首周房租后，克莱恩和班森剩下的钱加起来还有9磅2苏勒08便士。站在水仙花街2号的门口，他们分别拿着一串铜制钥匙，一时竟移不开眼睛，翻滚起各种情绪，感觉像是做了一场梦。过了一阵，梅丽莎抬起头，望着之后的莫雷蒂家，嗓音低而飘的说道。班森吐了口气，微笑道：“那就不要醒来。”克莱恩没他们那么感触，点了点头道：“我们得尽快把大门和阳台门的锁换掉，这个不用着急。廷根市改善住房公司的信誉非常好，剩下的是你正装的花费。不过在此之前，我们得去弗兰奇先生那里。”班森指了指公寓方向。回家凑合着啃了黑麦面包，兄妹3人又前往铁十字街上街的联排公寓那里，敲响了房东的大门。你们应该知道我的原则，绝对不允许拖欠租金。个子矮小的弗兰奇先生坐在沙发上，很有气势的宣称。班森身体前倾，微笑开口道：“弗兰奇先生，我们是来退租的，这么直接，这样谈判真的好吗？”克莱恩在旁边听得一阵诧异。过来的路上，班森说过，他的底线是赔偿12苏勒。退租？不，我们有合约的，还有半年。弗兰奇瞪着班森，挥舞起手臂道。班森认真看着他，等到平息之后才沉稳说道：“弗兰奇先生，您应该很清楚，您应当赚得更多，赚得更多。”弗兰奇摸了下自己瘦削的脸庞，很感兴趣的反问道。班森坐直身体，含笑解释：“2居室租给我们3个人是5苏勒6便士，但如果您将它租给那些有5口人、6口人，并有2个甚至3个在工作、在拿薪水的家庭，我想他们肯定愿意为此支付更多，而不是去下街那种治安非常差的地方。5苏勒10便士，或者6苏勒，我认为是合理的价格。”见弗兰奇眼睛发亮，喉咙蠕动，他继续说道：“而且您肯定知道，最近几年房屋的租金一直呈上涨趋势。我们住得越久，您损失越多。可是我需要时间来寻找新的租客，继承遗产得到公寓的弗兰奇先生明显心动了。我相信您很快就能找到，您有这个能力和资源，也许2天，也许3天，我们会赔偿您这段时间的损失，就用我们交的押金3苏勒，这很公道。”班森当即拍板。弗兰奇满意点头。班森，你真是一个有良心、做事诚实的年轻人。好吧，我们签署终止合约。克莱恩在旁边看得发愣，彻底明白了弗兰奇先生的容易说服。这也太好说服了吧！解决掉之前合约的问题，3兄妹先去帮克莱恩买了正装，然后开始忙碌着搬家。他们并没有什么沉重又庞大的物品，那些都属于房东先生，所以班森和梅丽莎联合驳回了克莱恩雇佣马车的想法，自己动手在水仙花街和铁十字街之间来回了一趟又一趟。窗外烈日西斜，多了火烧味道的金黄穿过凸度窗，洒在了书桌表面。克莱恩看了眼架子上摆放的整整齐齐的书籍和笔记，将墨水与钢笔轻轻放在了已擦拭干净的桌上。总算忙完了，他吐了口气，感觉到了肚子的咕噜，边放下卷起的袖口，边走向门边。他有了张只属于自己的床，床单和被子都是白色的，陈旧但干净。克莱恩拧动把手，走出卧室，正待开口，就看见对面2扇门齐齐打开，露出了班森和梅丽莎的身影。看着彼此脸上都有的灰色尘埃和肮脏污迹，克莱恩和班森忽然笑了起来，笑得异常畅快。梅丽莎轻咬着嘴唇，渐渐被他们感染，小声表达出了笑意。第2天清晨，克莱恩站在没有了裂缝的穿衣镜前，认真整理着衬衣的领子和袖口。这包含白衬衣、黑燕尾服、半高丝绸礼帽、黑色马甲和裤子、皮靴、领结的一套，总共花费了他8磅，花得他异常心疼。不过效果也很好，克莱恩只觉镜中的自己书卷气质更加浓厚，似乎帅了一点。啪嗒，他合拢怀表，放入内侧口袋，然后拿上手杖，藏好左轮，乘坐轨道公共马车抵达了佐特兰街。快进入黑金级安保公司时，他才想到自己习惯了之前的生活方式，
今早竟然没给梅丽莎多余的钱，任由她继续走路去学校。摇了摇头，记下此事。克莱恩步入了黑金级安保公司，看见棕发女孩罗珊正在那里冲泡咖啡，弄得浓香四溢。早上好，克莱恩，今天天气不错啊。罗珊笑盈盈招呼道。老实说，我一直很奇怪，这样的天气里，你们男士穿正装不会觉得热吗？我知道，停更的夏天没法和南边相比，不够炎热，可还是属于夏天啊，这是风度的代价。克莱恩幽默回答。早上好，罗珊小姐，队长先生呢？老地方罗珊指了指里面，克莱恩微不可见颔首，通过隔断敲响了邓恩·史密斯办公室的门。进来吧。邓恩的嗓音和语气一如既往的低沉温和。看见克莱恩果然换了套不错的正装，他微微点头，灰眸含笑道：考虑好了吗？克莱恩深吸了口气，郑重回答：是的，我已经做出了选择。邓恩缓缓坐直，表情迅速变得严肃，灰色眼眸深邃不变道：告诉我你的答案。克莱恩毫不犹豫的回答：占卜家。第31章魔药。邓恩·史密斯的灰眸直视着克莱恩的眼睛，足足1分钟没有说话。这样的沉默，这样的目光压力下，克莱恩没有退缩，没有移开眼睛，坚定的回看着对方。你应该明白，一旦服用了魔药，就没有后悔的机会了。终于，邓恩又一次开口，嗓音低沉，不含情绪。克莱恩笑了笑道：我知道，但我尊重我内心的声音。首先，不眠者不符合自己的需求，塔罗聚会里的观众听描述也是，其他非凡途径则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接触，缓不济急，所以也就没必要等待。同样的道理，收视人跟着被排除，只剩下窥密人和占卜家2个选项。在序列魔药同等危险这个大前提下，在本身无法获得更多信息的情况下，在窥密人和占卜家都很符合要求的事实前，那么不管罗塞尔大帝是不是随便一写，是不是真的后悔没选择学徒，偷盗者和占卜家之一都足以让自己内心的天平发生倾斜。而且从他的笔记可以看出，只要能弄清楚消化与扮演的真谛，就可以最大程度规避魔药带来的负面影响。至于那引人堕落、让人疯狂的低语呢喃和虚幻诱惑，自身哪怕不成为非凡者，也接触到了。好的，邓恩·史密斯站了起来，拿上半高的黑色礼帽，边戴边说道：跟我去地底吧。克莱恩点了下头，感激的行了绅士之礼。哒哒哒，两人下行，脚步声远荡在寂静空旷的楼梯和过道上。克莱恩豁然有了些紧张，没话找话说道：队长，您说服用魔药后并不会直接获得对应的神秘学知识，只是拥有了学习并掌握它们的资格。那最初的神秘学知识从哪里来？先贤们冒着生命危险一点点摸索出来，还是来自别的？每次来到地下，他都能感觉到这里的空气颇为清新，显然通风状况非常良好，只是这种环境里偶尔吹过一阵风，委实让人胆颤。邓恩侧头看了他一眼，灰色的眼眸在昏暗里异常幽邃。他平淡的回答道：一是你说的探索、总结和改进，二是神灵的恩赐，三嘛，呵，那些别人听不到的危险耳语，并不总是癫狂梦呓，毫无意义，偶尔还是会讲述些关于神秘的事情。但据我所知，真去聆听这些并长期聆听的人，都没有例外地疯了，或者堕落成怪物了。当然，我们得感谢他们，他们留下的笔记是神秘学领域宝贵的财富，人形小白鼠嘛。地底阴冷侵袭，克莱恩突的打了个寒战。我那变成了交友魔法的转运仪式，之后会不会总是附带那些疯狂又恐怖的耳语？会不会带来同样的影响？到了十字路口，邓恩既没前行去查尼斯门，也未转往武器、材料与文献库，而是带着克莱恩选择了向左侧圣塞琳娜教堂靠近。走到一半，他停顿下来，不知触动了什么，打开了一扇暗门。这是我们职业者小队的炼金室，我会让老尼尔去查尼斯门内领取占卜家魔药的配方和相应材料。呵，你运气不错，女神庇佑着你，占卜家相关材料应该还剩2份，否则就要等待很久了。邓恩指着门内的房间说道：你在这里等待，然后旁观老尼尔配置魔药的全部过程，这是神秘学最基础的东西。不要乱动里面的物品，它们要么很危险，要么很昂贵，要么又危险又昂贵。说到这里，邓恩与之前一样补充道：对了，我又忘记件事情，你成为非凡者是基于应对危险和寻找笔记的需要，功劳只占其中一部分，所以你暂时还不能转为正式的小队成员。
依旧是文职，依旧是他对应的薪水，依旧做我之前安排的事情，只是额外得跟随老尼尔学习很多神秘学知识。你们自己安排时间。好的，克莱恩除了对没涨薪水有些怨念，其他都举双手双脚赞成。按照邓恩的说法，服用了魔药，还有学习和掌握的过程，直接成为正式队员，参与有关超自然事件的任务。真是不知道死这个单词怎么写。邓恩转过身体，往十字路口走了2步，忽又回身道：还有件事情我就知道。克莱恩已经习惯了队长的类似风格，我们之前对密修会的行动有了一定收获。邓恩表情如常的说道，短时间内他们应该不敢再招惹我们了，但你也不要大意，因为暂时无法确认那本安提戈努斯家族笔记对他们的重要性。从我们的发现看，他们确实保留着某些古老的习俗，可以确认与所罗门帝国，与那时候的堕落贵族有关。我知道了，谢谢队长。克莱恩吐了口气道，这也是他不愿意等待有成为非凡者的机会就迫不及待抓住的原因之一。目送邓恩远去，确认他不会再回头补充后，克莱恩缓步走入了炼金室。这里摆着一张张长条桌，其上有试管、滴管、天平和烧杯，分外像他上辈子见过的化学实验室，只是更加简陋，更加古老。除此之外，还有大铁锅、黑木勺、剔透水晶球等物品和随处可见的黑暗圣灰等奇怪标志，它们凭空渲染出几分神秘的色彩。克莱恩颇感兴趣的四处打量着，但没有手贱的乱碰乱动。过了一阵，脚步声传来，老尼尔提着一个有复杂花纹的银质小箱走入，他依旧穿着不符合时代特色的古典黑袍，戴着顶同色圆边毡帽。小家伙，没想到你会选占卜家。老尼尔边放下银质小箱，便用略显浑浊的暗红眸子扫了克莱恩一眼，简直和我当年一样有性格，不从众。不错，你把这几盏煤气灯点亮，把暗门关上。好的。克莱恩忍住站立，将炼金室内的煤气灯一盏盏点燃，让蒙着暗淡的光明重新统治了这里。喳喳喳，暗门关闭，他回身来到头发花白、眼角嘴角皱纹很深的老尼尔旁边，看见对方用绑着的几根奇怪树枝刷了刷黑色大铁锅。序列魔药的配置都非常简单，至少序列7以下是这样的，不需要特别的火焰，不需要额外的仪式，甚至不需要咒语，不需要本身灵性的参与，只要按照配方上的顺序，将材料分量准确的依次加入，再搅拌一下就可以了。老尼尔笑的皱纹似在绽放。真的？克莱恩颇为诧异的反问，这听起来就像自己那个转运仪式一样简单。想想有点恐怖啊。或许这就是神灵的恩赐。赞美女神。老尼尔动作极不规范的在胸口画了个圈，接着他打开银质小箱，取出一卷有古旧感的羊皮纸。黄褐色的羊皮纸一寸寸展开，露出了上面的单词。克莱恩极目眺望，发现是自己熟悉的赫密斯文，他们用血一般的墨水书写而成，似乎还保留着流淌的感觉，但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非凡的感觉。占卜家100毫升纯水加13滴夜香草汁液加7片金薄荷叶子。克莱恩默念着配方的内容，可后续的部分刚好被老尼尔手肘挡住，无法看到。纯水就是反复蒸馏过的水，刚好我之前有制作，不用浪费时间了。老尼尔边介绍边熟忍的拿过长桌上一个有刻度的密封大玻璃瓶，他将盖子打开，随意倒了约100毫升纯水进大铁锅里。克莱恩没敢发问，怕影响对方的配置，毕竟弄出来的魔药得自己喝。13滴夜香草汁液，这个可以先萃取制作成精油保存。老尼尔从银质箱子里拿出一个棕色小瓶，借助滴管，动作轻松的往大铁锅内滴了13滴，一股淡而安神的芳香弥漫了出来。克莱恩的心情不自觉就变得平和。7片金薄荷叶子。老尼尔拿起有银色花纹的吸罐，揭开盖子，赤着手就捻出几片，撒入大铁锅里，清新又刺激的味道隐约可闻。4、5、6、7，刚好。老尼尔呵呵一笑，忘了也羊皮纸上的魔药配方道：3滴毒锦汁，这东西你可不能乱喝，会浑身麻痹，僵硬着死掉。在古代，它可是自杀的最好选择。我又不傻。克莱恩腹诽了一句。老尼尔换了个滴管，将毒锦汁滴入了大铁锅，混杂出让人头脑清醒的古怪味道。9克龙血草粉末。老尼尔不慌不忙的将手伸入银质小箱，提起一个透明的试管，里面的粉末深黑如铁。他用烧杯、天平等物品称量了9克粉末，随手倒入了大铁锅，并拿黑木勺搅拌了2下。
看得克莱恩一阵干颤，总觉得不太靠谱。其实前面这些材料都是辅助，加多点加少点都不影响最后的效果。要不我再放点？老尼尔开了句玩笑，剩下2种才是关键，分量可以稍微少一点，但不能太偏离，否则你的晋升将会失败。他们的分量绝对不能多，哪怕只是一点点，要不然你服用后就得去治疗精神问题了，直接死掉的也不是没有。克莱恩当即绷紧了精神，看着老尼尔从银质箱子里拿出一个黑色玻璃瓶。拉瓦章鱼的血液10毫升，这种章鱼属于超凡物种，有明显变异，身上长满了神秘的象征，它的血液在太阳照射下会迅速分解，失去特殊性，必须用不透光的材料保存。老尼尔语气不再轻松，动作飞快又小心的用试管取了10毫升血液，那血液有着天空一般的蔚蓝，时不时咕噜咕噜的冒出虚幻泡沫，仿佛连通着灵性的世界。将试管内的血液倒入，壁上残留的那点不用管，这是防备过量。老尼尔低声说道。蔚蓝的血液刚一进入铁锅，与之前的液体接触，里面顿时就响起了哗啦哗啦的声音，四周光线随之染上淡蓝，让克莱恩有种遥远又熟悉的奇怪感受，那似乎是在母体内的经验，那让人灵魂如有攀高。最后一样，新水晶50克。老尼尔的嗓音响在克莱恩耳畔，让他回过了神，重新望向了长桌。这位老先生的手里多了一块纯净到极点的水晶，而且这水晶呈现胶状，仿佛地球上的果冻，缺乏足够的硬度。它在淡蓝的光芒照耀下反射出点点辉芒，体内仿佛藏着一片璀璨的星空。这是制作占卜水晶的上佳材料，稍微少一点，考虑误差。老尼尔边称量边用有花纹的银质小刀切取着。纯水加夜香草加金薄荷叶加毒锦汁加龙血草加拉瓦章鱼血液加新水晶等于占卜价。这个时候克莱恩不由自主回想了一遍配方。准备完毕，老尼尔将几小块新水晶丢入了大铁锅。虚幻雾气瞬间冒出，让炼金室一片迷蒙。在这雾气里，克莱恩仿佛看到了星空，也似乎感受到了某些无形存在的注视。几秒之后，雾气消退，老尼尔用黑木勺从大铁锅内舀出了粘稠的深蓝色液体，它们有着奇怪的特性，彼此相连，绝不分离，以至于黑色铁锅内没有半点剩余。深蓝色液体被倒入了一个不透明杯子内，老尼尔指着他道：好了，你的占卜家魔药第32章灵式。克莱恩看着那很难说是一杯还是一块的深蓝色粘稠液体，艰难的吞了口唾沫道：就这样喝下去，不需要另外的准备吗？比如仪式、咒文或者祈祷语？老尼尔了一声道：准备？有的。你先来杯因蒂斯的奥尔米尔葡萄酒，再抽上一根迪西雪茄，然后哼一节悠扬的旋律，跳一段轻快的宫廷舞，你喜欢踢踏舞也可以，最后再来句昆特牌。见克莱恩的表情越来越呆愣，老尼尔笑了笑，给出前面描述的总结。如果你感觉紧张，你还挺幽默嘛。克莱恩嘴角抽搐了2下，忍住了拔枪的冲动。他放好手杖，伸出右手，仿佛握着沉重物品般端起了那不透明的杯子。魔药的味道清清淡淡，虚幻似无。年轻人，不要犹豫，越犹豫越紧张，越害怕越影响等下的吸收。老尼尔背对克莱恩，状似随口的说道。他不知什么时候已走到了旁边的水槽，拧开龙头，哗啦啦清洗着双手。克莱恩默默点头，深吸了口气，就像小时候捏着鼻子吃药般，将那不透明的杯子凑到嘴边，一个仰头，咕噜喝下。清凉滑腻的感觉飞快冲塞了他的口腔，接着划过食道，滑入了胃里。那粘稠而深蓝的液体仿佛长出了一根根细而长的触手，冰冷与刺激瞬间钻入了克莱恩的每个细胞。他不由自主抽搐了起来，眼前迅速变得模糊，一切的颜色加重，红的更红，蓝的更蓝，黑的更黑，色块浓郁，胡乱拼凑，如同印象派大师泼洒出的油画。这样的场景克莱恩之前曾经历过，那是通灵者代理询问时的画面。此时此刻，他视线模糊，思维飘忽但清晰，好像一个浮在海上的遇难者。渐渐的，他看清楚了周围的景象，所有的颜色彼此分明的互相重叠着，灰蒙而虚幻的雾气淡淡弥漫。在他的周围是一个个难以描述形体，甚至透明到仿佛不存在的事物，在深处有一道又一道不同颜色的明净光华，这些光华仿佛有着生命，或是蕴藏着无穷无尽的知识。
这和转运仪式所见有点像了。克莱恩本能往下一看，发现自己还站在原地，身体一抽一抽，豁然之间，他有了明悟，意识猛地下沉，与身体合一。轰！迷雾飞快散去，色块同时正常，明净的光华和不存在般的物体刹那消失。炼金室内的场景恢复了正常，但克莱恩感觉脑袋在膨胀，有种被撑裂的趋势，看什么事物都有着数不清的重影，耳畔则传来不知何物发出的飘渺低语：霍纳奇斯，弗雷格拉，霍纳奇斯，弗雷格拉，霍纳奇斯，弗雷格拉。克莱恩额头一阵刺痛，心里迅速充满了想要发泄、想要破坏的冲动。他皱起眉头，连续甩动了脑袋，视线是不是不正常了，并且听到了之前听不到的声音。旁边的老尼尔含笑问道：是的，尼尔先生，我该怎么做？克莱恩忍住强烈的躁狂，开口询问。老尼尔呵呵笑道：这是因为魔药的力量有溢出，并且你缺乏控制的办法。好了，按照我说的做，在脑海里想象一件物品，常见的、简单的、容易的。克莱恩收束注意，在脑海内勾勒出了自己那顶半高的黑色丝绸礼帽，想着摩挲它的感觉，想着它具体的形状，将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它上面，不断的重复，不断的勾勒，是不是感觉好一点了？老尼尔的声音穿透而入，仿佛安魂的歌曲。克莱恩将注意力一点点转移到了想象出来的那顶丝绸礼帽之上，只觉耳畔的低语逐渐变小，直至消失，而眼中的重影也慢慢叠合，不再模糊。好多了，克莱恩平复着心底的杂乱情绪，吐了口气道。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身体，没发现任何异常的情况，又动了动手脚。克莱恩半是期待半是疑惑的问道：我成功了，算是占卜家了。老尼尔从旁边抽出一面镀水银的镜子，凑到他的面前道。看眼睛，克莱恩凝目望去，只见镜中的自己头戴黑色礼帽，轮廓较深，五官普通，除了满脸的汗水，与之前似乎没什么区别。他根据老尼尔的提示，认真看向眼睛位置，这才发现自身原本褐色的眸子加深了不少，深的仿佛没有丝毫光亮的黑夜，深的像是能吸收别人的灵魂。正常而言，深褐瞳孔很容易被看成黑色，不仔细分辨，克莱恩自己都难以察觉。这是魔药力量的外显，等你学会了冥想，懂得收敛，眼睛就会恢复正常。老尼尔微笑伸出了右手，恭喜你，新的非凡者，我们的占卜家。谢谢。克莱恩伸手与对方握了握。尼尔先生，我什么时候可以学冥想？现在就可以，初步的冥想相当简单，对非凡者来说更是如此。老尼尔笑笑说道。刚才你在脑海内勾勒物品来转移注意，收束溢出的力量，其实就是冥想的第一步。你再做一遍。克莱恩闭上眼睛，再次于脑海描绘那顶半高的黑色丝绸礼帽。他的注意力似乎比以往更容易集中了。很快，一些杂念涌现，又纷纷落下，只留那勾勒出的礼帽，让脑袋略微发空。接着将勾勒出的物品替换掉，用这个世界上不存在的、凭空想象出来的物品，一定得遵守这个规则。只有这样，你才能进入冥想，才能一点点与超越的我、无限的我、宇宙的我合二为一，得到对真理的洞见与启示，获得只能自身才可以体悟的知识。在神秘学领域，这叫密契经验。老尼尔用安抚的语气说道，后面的描述你暂时只需要听一听。目前最重要的是进入冥想，这个世界上不存在的、凭空想象出来的，地球上的算不算？克莱恩尝试着用电视上看到的土绿色的又长又粗的洲际弹道导弹来替换那顶半高的黑色礼帽，可是不管怎么勾勒，怎么想象，他始终都只是让注意力更加集中。看来不行，克莱恩不得不发挥想象，勾勒了个光球，然后又勾勒了很多个类似的事物，并将它们靠拢在一起。光球重叠，满是幻想的味道。克莱恩的思绪渐渐发空，似有飘忽，他的身体和心灵都宁静了下来。之前那布满不存在般物体和明净光滑的虚幻灰雾，混杂色块重新呈现，静静悬浮于天空，触手可及。灵性一点点延伸，一寸寸展开。克莱恩静静俯视着它，感受着它，收束着它。很好，不愧是占卜家，进入冥想很顺利，只比我当初差一点。一点点。老尼尔呵呵笑道，既然这样，我开始教你神秘领域最常用、掌握最简单、后续也最有前途的能力——灵视。他将煤气灯一盏盏关闭，
但却打开了炼金室的暗门，让克莱恩所处的地方异常昏暗，却不至于连物体的轮廓都看不清楚。好的，继续现在的状态，把你的双手抬起，放在眼前，食指相对，但不要碰到，睁开你的眼睛，直到适应黑暗。按照老尼尔的描述，克莱恩一步步完成，看见了自己相对的手指和周围物品的轮廓。本来该躺下来，让身体彻底放松的，但既然你冥想效果不错，那我们就继续吧。老尼尔笑了一声，将你视线的焦点放在手的后方，必须是后方，接着慢慢移动手指，保持相对又不碰到的状态，也不要让他们离开视线。克莱恩平静听完，将目光落在了手掌后面的虚空位置，让相对又未碰到的2根食指在视线范围内缓慢移动，1次、2次、3次。突然之间，克莱恩看到自己手指之间多了一点火红的颜色。咦，他发出了声音，看到颜色了，不错，这就是初步的灵视。看到的颜色是你自己的气场。老尼尔呵呵笑道，不要急，多来几次，稳定一下，之后再去看别的地方。我也趁这个机会给你讲讲不同颜色的含义。好的，克莱恩来回移动着手指，专注审视那点火红。老尼尔思考了一下道，简单来说，神秘学的主流领域将每个人非肉体的部分分为4层，最核心叫精神体，也就是每个人最根本的灵性。万物有灵派认为，凡是生物都有灵性，都有精神体，别的我不清楚，但对窥密人来说，冥想的目的、提升力量的方式都指向精神体。精神体之外是心灵体，它是前者与灵界、与星空沟通的方式，属于前者的外在表现，而且与你本身的意志和当前的情绪直接相关。你服食魔药后看到的景象，就是心灵体游荡灵界所见的画面，那里不遵守物质世界的规则，涉及超越的我、无限的我、宇宙的我。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有可能重叠，这就是占卜的根源。在灵界，你所看到的只是意象，只是象征，必须经过解读，才能弄清楚具体的意思。占卜和别的许多魔法都是通过心灵体施展的，它和精神体的关系与区别一定不要弄错，一个为体，一个为用嘛。克莱恩继续看着手指间的气场，简洁的做出总结。再往外是心智体，从这里开始与肉体有了结合，它牵涉头脑，属于你推理能力、思考能力、洞察能力和认识事物能力的综合呈现。有的魔药主要就是提升这个，不少魔法也在针对它。老尼尔相当详细的讲解着。最外层是以太体，它是你生命能量和肉体状态的表现，你看到的气场颜色就是以太体的外显象征。也就是说，你用灵视除了能直接看到一些灵体、鬼魂和怨灵，呵呵，也许包括某些不该被看见的存在，还能看到别人的以太体，或者说气场，从而通过它不同的厚度、亮度、颜色来判断对方的健康和情绪状态。等你灵视提升，神秘学知识掌握的更多，还可以发现更加细节的东西，能以此判断对方的寿命长短。对，我刚才说了情绪状态，因为心灵体也会有一点外在的呈现。等你序列变高，灵视到了相当强的阶段，甚至能看见对方的心灵体，那就可以知道更多的东西了。这属于类似占卜家和窥密人的非凡者才可以达到的程度。某些家伙甚至宣称，最强状态的灵视可以看见任何地方的任何事物，包括过去与未来。不过，我是不太相信的，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克莱恩都快产生向往之情了。老尼尔咳嗽了一声，继续说道，我们回到以太体或者说气场的颜色吧。你手脚等涉及运动的地方会呈现红色，头部与脑部表面会呈现紫色，排泄排毒的位置会呈现橘色，消化系统的对应会呈现黄色，心脏与调节系统之外会呈现绿色，喉咙与部分神经系统会呈现蓝色，整体的平衡则会让身体笼罩白色。这些就是健康的象征，一旦它们变得暗淡或者厚度变薄，颜色改变，那就说明对应的部位出问题了，处于疲惫或者生病的状态。另外，内层的心灵体对应颜色表示当前情绪，红色热情亢奋，橘色温暖满足，黄色快乐外向，绿色平静祥和，蓝色冷静，处在思考之中，白色光明，积极向上，暗色忧郁，悲伤，沉默，紫色则表示灵性占据主导，冷淡疏离。克莱恩默默记着，稳定了自己的初步灵视。好了，你可以看别的事物了。老尼尔没再多讲，点头说道。克莱恩缓慢转头望向老尼尔，果然发现他身上有着不同颜色，或厚或薄的气场，头部的紫色最为明亮，手脚的红色相对暗淡。
整体的白色也有些浅薄，果然是上了年纪嘛。克莱恩无声自语了一句。直到这个时候，看见了这些，他才真正有了自己成为非凡者的感觉。我是非凡者了。他移动目光，仔细打量着老尼尔，可突然之间，却看见对方背后的虚空里有一双眉长睫毛、冷漠无情、趋于透明的眼睛。这双近乎虚幻的眼睛正静静注视着老尼尔，注视着自己。克莱恩打了个寒战，张了张嘴，脱口而出道：“你背后有双眼睛。”老尼尔愣了一下，旋即挤出笑容道：“不用管他。”第33章开关。老尼尔话音刚落，他背后昏暗里的那双虚幻眼睛就迅速消失不见。即使处于临视状态的克莱恩，也无法再发现他曾经存在过的痕迹。这是一个仪式魔法的表征，老尼尔呵呵解释道，有点神奇。临视就是加强版的阴阳眼。克莱恩就像得到了新玩具的孩子，兴致盎然的移开视线，打量起房间的每个角落，想看看现在的炼金室和之前的炼金室有什么区别。昏暗勾勒出物品的轮廓，长桌、试管、天平、杯子、橱柜等与克莱恩开启灵视前没任何不同，并未散发出丝毫光彩。没有生命的物体没有灵性，克莱恩暗自嘀咕，目光扫过了桌上的银质小箱。豁然之间，他看见里面有光滑呈现，或蔚蓝如同天空，或璀璨近似星辰，或赤红仿佛火烧。来源于超凡物种的材料还有某种生命活性，哪怕原主已经死掉。克莱恩斟酌着用词，满是好奇的请教着老尼尔。准确的描述是，他们的灵性会残留，这是魔药配置成功的关键之一，也是非凡者失控的根源之一。邓恩应该告诉过你，老尼尔坦然解释道。他不知想起了什么，忽然发出了笑声。我记得收尸人的配方里有风干的成年黑斑青蛙，想要服用这份魔药，需要非常大的勇气。克莱恩想象了下，觉得有点恶心，没附和老尼尔，将目光转向了周围缺乏足够光照的昏暗。然而那里没有他期待的近乎无形的灵体和鬼魂等物。不是说灵的世界无处不在吗？他疑惑开口。老尼尔嘿了一声道，小家伙，跟着我重复一遍。这里是职业者小队的总部，这是黑夜女神教会的地底，这里有着不少非凡者。你觉得我们会放任灵和魂在这里游荡？而且灵的世界和灵是两个概念。克莱恩一时有点尴尬，转过了脑袋，假装眺望暗门入口的些微煤气灯光芒。我明白了。说话的时候，他的眉心忽然开始了抽动，不受控制，仿佛痉挛。怎么回事？克莱恩正待转身询问，突地看见暗门靠里位置，明黄光芒的边缘有道接近透明的身影静静屹立，它呈现人形，气场颜色与昏暗环境完美融合，难以分辨。克莱恩眉心猛地抽痛，视线随之混乱，他在集中注意力望去，却哪有什么无形的身影。奇怪，他回过身道，尼尔先生，我眉心位置在抽搐，有点疼，哈哈，这非常正常，你是刚晋升的非凡者，灵视对你的精神体会造成很大负担，并一直产生消耗，外在就呈现为眉心抽搐、脑袋刺痛、过于敏感、出现少许幻觉等症状。而且灵视状态下，你很容易对陌生的环境感觉不舒服，也很容易被别人的情绪影响，这都是需要注意的事项，必须通过反复的练习来适应和排除。另外，节制使用，及时结束。老尼尔微笑回答。怎么感觉你有种喜闻乐见的情绪？克莱恩忙请教道。那该怎么退出灵视状态？他本来想提一句刚才看见的无形身影，但听到症状里有出现少许幻觉后，又打消了这个念头。结合眉心的抽搐和刺痛，老尼尔的回答完全可以猜想到，和刚才一样，想象物品，收束注意，接着切换至冥想状态，闭上眼睛，控制灵性，反复告诉他终止，之后再睁开眼睛，就能发现灵视结束了。老尼尔悠闲的描述着，临到末尾才补充道，当然，这是最繁琐、最笨拙的方法，我们可以通过练习，在冥想里反复暗示自己，反复影响灵性，留下简单的开关动作，比如我轻敲眉心2下，就能简单的开启灵视，再轻敲2下，又可以简单的结束掉它。具体怎么设置，看你自己的习惯和爱好。明白了。克莱恩想了想，打算模仿老尼尔，用轻敲眉心2下的动作当灵视的开关。1下容易和本能的敲头混淆，3下在危机情况中则可能浪费宝贵的时间。至于打响指等动作，太过个性，
引人察觉。他收束注意，观想起聚拢的一个个光球，重新进入冥想状态。在老尼尔的指导下，他经过反复的暗示和练习，总算设置好了开关动作。轻握拳头，用食指根部关节在眉心敲了2下，克莱恩眼前豁然多了厚薄不同、颜色不同的气场光亮。又敲了2下，一切恢复原状，再没有丝毫特异。总算掌握了，他欣喜感慨道。直到这个时候，他才发现自己疲倦的像是随时能睡过去，脑袋就仿佛熬了3个通宵般发空发痛。老尼尔笑笑说道：我们不是不眠者，每次过分练习或者过分使用灵视后，都需要一段睡眠来恢复。你现在就可以回家了，好好休息，下午去韦尔奇住所到铁十字街的路上逛逛，争取尽早发现安提戈努斯家族笔记的线索。等到明天，我们再继续神秘学知识的教导。当然，你也不能忘记了阅读那些历史文献。好的，克莱恩对老尼尔的安排举双手双脚赞同。拿上手杖，出了炼金室，看着暗门合拢，老尼尔返回武器库那边。克莱恩揉了揉眉心和太阳穴，按着扶手，一阶一阶的沿着楼梯往上。这时，邓恩·史密斯从后面过来，嘴角微翘，目光深幽的说道：听老尼尔讲，你很适应，不管是冥想还是灵视，也许只是占卜家的特殊。克莱恩谦虚回答。他猜测邓恩刚才在替老尼尔看守武器库。邓恩放慢了脚步，只比克莱恩领先一点。沉默几秒后，他没有转身的说道：你要记住，好奇心会害死猫，也会害死非凡者。不要试图去探究那些不该听到的耳语和不该看见的存在。好的，克莱恩知道这是关于非凡者失控的再一次提醒。进入黑金级安保公司，他和明显还不知道自身已经成为非凡者的罗珊打了声招呼，缓悠悠走出大门，来到街上，乘坐无轨公共马车返回了水仙花街，途中差点睡着。此时还属于上午，气温也就26、7。克莱恩从腰带那里取下铜制钥匙，打开了自家的大门。屋子内很多物品还没添置，起居室和餐厅都空空荡荡。班森和梅丽莎一个上班一个读书，也是早就出门。克莱恩顾不得别的事情，反手关好门，快步上了楼，进入属于自己的有书架的卧室。脱掉燕尾服并挂到衣帽架上后，他迫不及待地倒向床铺，刚一沾到枕头，就沉沉睡了过去。克莱恩是被灿烂阳光照醒的，他侧过脑袋，缓慢睁眼，发现外面烈阳正好。几点了？不会错过下午的塔罗聚会了吧？他挣扎着起床，走向衣帽架，因为怀表还装在燕尾服内侧的口袋里，尚未取出。他不仅忘了这件事情，还忘记了关卧室的门，忘记了拉拢凸肚窗的窗帘。啪！克莱恩掏出怀表，按开一看，顿时放下心来。这才12点多，距离约定的下午3点还有不少时间。今天是周一，是他和倒吊人正义聚会的日子。克莱恩做出思考状，敲了2下眉心，他的眼前又一次变化，看见本身气场恢复了明亮的色泽。又敲2下，退出灵室，他轻松走到1楼，烧了壶水，放了点劣质茶叶，就着他和少许奶油，啃掉了一条黑麦面包。之后，克莱恩翻出历史教材和原主笔记，悠闲地进行起复习和巩固。下午2点57分，克莱恩合拢书籍，盖上钢笔帽，唰的一下拉拢了窗帘。紧接着，他反锁卧室的门，让房间变得异常昏暗。他又轻敲眉心2下，开启了灵视，环顾其左右，确认这房间内没有无形灵体后，克莱恩结束灵视，掏出怀表，核对时间。滴答滴答，在3点差1分钟的时候，他迈开双脚，与之前一样逆时针走了4步，走成了正方形，而每一步都用汉语默念着对应的咒文。只不过他这次没准备主食。克莱恩闭上眼眸，感觉手背有点发痒，似乎那里构成小正方形的4个黑点在凸显，在浮现。疯狂的嘶喊和诱惑的低语开始回荡，但克莱恩发现头疼不像上次那么严重了。不是他不受影响，而是他能竭力控制自己不去主动聆听。成为非凡者的他，在这样的环境里多了点自控能力。很快，他身体变轻，漂浮往上，看见了弥漫的灰白的无垠朦胧的雾气，看见了那一颗颗深红色的星辰，而其中2颗和他似乎有着微妙联系，让他感觉异常熟悉。克莱恩看了看模糊的自身，疑惑低语了一句：
老尼尔所说的心灵体。他平静了几秒，再次于灰雾之上变换出那座恢宏的神殿，那张位于宽广穹顶正下方的青铜长桌，以及那22把有不同星座象征的高背椅。克莱恩安静地走到上首坐下，让身体和脸部笼罩起更加浓郁的灰雾，接着伸出右手摇点那2颗熟悉的深红星辰构，见奇妙的联系第34章预付的报酬。没有窗户的地下室内，轮廓粗犷而深刻的阿尔杰·威尔逊坐在一张摆放着各种器皿和羊皮卷轴的长桌旁边，他的身前一根燃烧了半截的蜡烛屹立，昏黄而暗淡的火焰将四周的物品和长桌的表面照得光影浮动，幽影绰绰。阿尔杰的头发像海草般凌乱，色泽深蓝近黑，他身穿绣有闪电花纹的长袍，双手交握，拇指相对，前倾凝视着蜡烛左侧的一瓶漆黑液体。呜呜呜，哗啦哗啦哗啦，那密封的瓶子内时而传出狂风呼啸的声音，时而响起大海澎湃的动静，而漆黑液体未曾淹没的地方，淡淡的雾气弥漫蠕动，仿佛长出了眼睛和嘴巴。阿尔杰侧头瞄了眼墙上的挂钟，看见时针正指向3点，他捏了下太阳穴，眼眸突然黝黑，桌上的各种器皿也浮出了微妙的光泽。就在这个时候，他发现深红的光芒潮水般涌现，凭空涌现，一下就将自己淹没。贝克兰德皇后区霍尔加豪华别墅内，打发走了舞蹈教师的奥黛丽反锁住房门，端正坐到梳妆台前。窗外阳光灿烂，花开明艳，桌上一侧用淡褐色精致羊皮纸装订成的空白笔记本静静摊开，在他的右边有根尖端金黄、身体镶嵌着红色宝石的钢笔。奥黛丽试了试，确定自己一脱离聚会就能最快时间拿起钢笔记录配方，真是期待啊！他吸了口气，按捺住激动的情绪，抿嘴望向镜子。可是他没能看见映照出的自己，只有深红而虚幻的光芒从四周、从体内同时爆发。灰雾之上，宏伟仿佛巨人王居所的神殿内，青铜长桌两侧深红绽放，喷泉般上涌又纷纷扬扬下落，雕琢出了2道模糊的身影，他们的位置与上一次相比没有任何变化。金发柔顺、个子高挑的奥黛丽本能就望向上手，只见浓郁灰雾笼罩中的身影向后靠坐，一手平放，触碰着桌缘，一手虚握，轻捻着下巴。下午好，愚者先生，奥黛丽语气轻快地喊道。接着他转过头看向对面，用同样的口吻发声。下午好，倒吊人先生。这姑娘还真是没心没肺啊，就这么确认我是好人，一点也不害怕了，被保护得很好的贵族少女。克莱恩笑了笑，保持着高深莫测的形象道。下午好。正义小姐说话的同时，她微低脑袋，上抬虚握的左手，在眉心轻敲了2下，视线所见瞬间不同，他看到了正义与倒吊人身上散发出的气场光彩，而周围的灰雾与深红星辰并无变化，没出现什么仿佛不存在般的事物和似乎有着一定生命的明净光华。目光轻转，克莱恩只见正义的气场颜色完全符合老尼尔的描述，该红的红，该紫的紫，该蓝的蓝，该白的白，而且光泽明亮，厚度恰当，一看就是充满活力的少女。她的情绪颜色有红有黄，快乐、热情、亢奋。克莱恩做出判断，将注意力投向了倒吊人。和正义相同，倒吊人的气场颜色没什么特殊，只是情绪为蓝色，夹杂几分橘色，冷静、思考、谨慎和一点点满足。初次尝试，克莱恩不是太有信心的下了结论。就在他要将目光移开时，却突地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倒吊人的气场最内层，色彩和感觉似乎完全统一了。克莱恩凝聚精神，仔细再瞧，隐约看见倒吊人的以太体深处是一片深蓝，如同海水的颜色，给人狂风和浪潮的感觉。他的心灵体，或者说心灵体表层，这么看来，他真是非凡者，而且似乎比老尼尔还要强大。克莱恩思绪纷呈，心中充满了疑惑，也不一定，或许只是因为这种特殊的环境，只是因为这是我的主场，我才能看到这些，并非老尼尔没有类似的表现。他又转头望了眼正义，确认那是非凡者才会具备的特殊。这时阿尔杰也完成了问候，奥黛丽轻吸了口气，隐含期待地问道：倒吊人先生，那盒鬼杀的血收到了吗？阿尔杰望了眼克莱恩，
只见他轻敲眉心，仿佛在思考别的事情。非常感谢，他完美符合了我所有的期待。我真的没想到你能这么快将他送过来。鬼杀的血并不是一般的超凡事物，阿尔杰坦然回答。奥黛丽谦虚浅笑道，我很高兴看见这个结果，因为从小就喜欢神秘相关的事情。他在贵族圈子里也结交了一些有同样爱好的朋友，彼此会交换信息、书籍和稀罕物品。但在此之前，没谁获得超自然能力，成为真正的非凡者。倒是几位王子有暗示过，如果他愿意成为王妃，将获得想要的礼物。不过这一次的鬼杀血是他直接从家族宝库里拿到的，反正清单上登记的是1大瓶，没记录多少毫升，也没说满没满。他相信盗走1小半的1小半，肯定不会有人发觉，就算出现意外，事情败露，父母应该也不会追究。阿尔杰又深深看了灰雾笼罩里的愚者一眼，回过头来笑笑道，根据协议，我将告诉你观众这份魔药的配方了，我准备一下。好了，开始吧。奥黛丽吸了口气，集中起全部的注意力。低序列的魔药配置非常简单，按照给出的顺序依次放入就行了，但必须记住，材料的分量宁愿少，不要多，那会出大问题的。你应该听说过非凡者的失控，不用我再重复一遍吧？阿尔杰先讲了注意事项。奥黛丽轻轻点头道，我完全了解。说话的同时，他侧头看了愚者先生一眼，想知道这位神秘强者有没有补充。可惜在他的视线中，愚者安静坐在那里，就像是一尊雕像。阿尔杰想了下道，少一点也不意味着太过偏离。如果你没有帮手，我建议先花时间熟悉化学实验，我有这方面的家庭教师。奥黛丽毫无负担的回答。阿尔杰又讲了讲偏离的最大程度等事项，接着才流畅的背诵道，观众，序列9魔药，80毫升纯水，加5滴秋水仙精华，加13克牛齿芍药粉末，加7瓣精灵花，加1对成年曼哈尔鱼的眼睛，加35毫升羊角黑鱼的血液。后面2样是主要材料，都来自海洋类超凡物种，一定要谨慎。奥黛丽边回想边重复了起来，80毫升纯水，5滴秋水仙精华，13克牛齿芍药粉末。阿尔杰给予了提醒。在对方帮助下，奥黛丽逐渐以正确的顺序背下了配方，但她还是不太放心，在那里小声嘀咕着，重复了一遍又一遍。你懂冥想吗？阿尔杰见正义点头，继续说道，我不知道你了解的冥想是什么样子，我先描述一遍。服食魔药后，尽快开始冥想，控制住灵性和力量，必须每天练习，以真正掌握魔药的力量，挖掘出它的象征意义和更多神秘。只有这样，你才能最大程度规避失控的危险。而魔药象征意义的重点在它的名称。比如观众，克莱恩静静旁听着他们的交流，原本没打算插嘴，只暗自记忆和学习，可听到这里，心中忽然一动，有了个想法。奥黛丽认真听着倒吊人的讲解，正打算开口询问几个细节问题，却突地听到轻敲桌子的声音。他和阿尔杰同时转头望向了坐在上首的愚者克莱恩，只见这位神秘的强者手指轻敲，低沉开口道，不是掌握，是消化，不是挖掘，是扮演魔药的名称不只是象征，还是意象，更是消化的钥匙。奥黛丽听得又呆愣又茫然，不是太明白愚者先生想要表达什么。他下意识用眼角余光去看倒吊人的反应，却愕然发现对方身体一颤，僵硬在了那里，如同普通人听到巨大而突然的雷声。消化，扮演，消化，扮演，消化，扮演钥匙。阿尔杰一遍又一遍的低语着，仿佛抓住了什么关键，或是中了古怪的魔咒。过了一阵，他才抬起脑袋，沙哑着嗓音道，感谢您愚者先生，您的提示和我生命一样珍贵，这让我弄清楚了不少事情。当然，我相信我还没有完全地理解，完全的明白。克莱恩保持着神秘高深的形象，笑笑说道，这是预付的报酬。其实他自己都还不怎么明白刚才那几句话的确切意思，只是肯定罗塞尔大帝比一般非凡者强，比倒吊人强。预付的报酬。奥黛丽看见倒吊人的反应，知道了刚才提示的珍贵，一边回味一边问道，愚者先生，您想让我们做什么？对面的阿尔杰跟着点头道，您有什么事情委托？克莱恩往后微靠，分别看了两边一眼，嗓音低而舒缓的说道，帮我搜集罗塞尔·古斯塔夫的秘密日记，哪怕只有1页第35章交流消息。罗塞尔·古斯塔夫的秘密日记，罗塞尔大帝，果然只有这种事情才值得愚者先生这种层次的强者关注。
奥黛丽先是一愣，旋即发现自己竟丝毫不感觉意外。据说罗塞尔大帝曾经看过亵渎石板，据说他制造的秘密纸牌内蕴藏着22条神之途径，这是每一位高序列强者都肯定会在意的事情。日记，那是日记。阿尔杰微皱眉头，敏锐察觉到一个细节。愚者先生用肯定的口吻称罗塞尔·古斯塔夫的遗留为日记，他怎么知道的？他怎么确认的？难道他掌握了罗塞尔密文的解读办法？面对倒吊人的疑问，取得了预想效果的克莱恩后靠之以背，双手交握起来，语气轻松的回答：我们先暂时将它视为日记。他既没有否认，也没做肯定。据说罗塞尔大帝的日记是用他自己发明的秘密文字或者说符号书写的。奥黛丽听其他贵族子弟提过这件事情，但从未真正见识，一时颇感好奇，发声询问。对阿尔杰简单回答道：有人认为那是一套独有的神秘学符号，有人相信那是一种象形文字，但直到今天，依旧没有人找到正确的解读方式，至少在我知道的范围内是这样。说到后面，他侧头望向克莱恩，似乎想寻求某种肯定，又像是在怀疑什么。那是演化过好几代的文字，早不复最初的象形，按照你们的思路，怎么可能解读得出来？克莱恩情绪平和，暗自嗤笑了一声。至于当作神秘学符号来处理的说法，让他瞬间想到了一些荒唐又好笑的场景。一位穿黑色带兜帽长袍的邪恶法师挽起袖口，露出纹在胳膊上的，据说来自罗塞尔大帝遗留的有神秘力量的符号，那是2个青色的硕大的简体字。逗比。克莱恩嘴角缓慢上翘，心情愈发的不错。听完倒吊人的描述，奥黛丽为难的说道：我们看不懂的符号或者文字，那我们怎么在这里转述给您，愚者先生？或者说寄到某个地方？这倒是个重要的问题，我现在还没有能隐秘接收事物的渠道。克莱恩没急着回答，交叉握住的双手上，拇指分开又触碰，触碰又分开。很快，他找到了一个思路。既然我能根据本身想法，在这里制造出神殿和桌椅，那可不可以让别人把脑海内呈现的内容直接拓印出来，试一试？这时，奥黛丽和阿尔杰看见浑身笼罩浓郁灰雾的愚者先生缓缓坐直道：正义小姐，我们来做个尝试，你想象一段文字，并给予迫切写出来的情绪。你拿起旁边的钢笔，在纸张上进行书写。克莱恩话音未落，奥黛丽就看见面前多了一张黄褐色的羊皮纸和一根暗红色的钢笔。他疑惑又好奇的拿起钢笔，按照吩咐，在脑海内想象出了罗塞尔大帝曾经写过的一句诗歌：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注意，他审视完这段文字，拿起钢笔，给予将它们全部呈现出来的想法。克莱恩感受到了这种情绪，于是以钢笔为媒介，做出引导。奥黛丽刚落下钢笔，就看见羊皮纸上多了一行单词：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雨神啊，这太神奇了！奥黛丽惊讶出声，满是感慨。接着，她有些恐惧地望向克莱恩：愚者先生，您能读出我心里的想法？不，我只是一个引导者，简化了你将单词写出来的流程，将它变成了拓印的方式。如果你本人不愿意去表达，那将不会有任何痕迹呈现。克莱恩用低沉的嗓音给予安抚。这样啊，那我们只要记住那些符号或密文的样子，就可以根据意愿，直接将它们呈现出来。奥黛丽松了口气，恍然问道：是的，克莱恩简短回答，这真是不错的方式。正义小姐，不要怀疑自己的记忆力。成为观众后，你在这方面将获得很大程度的提升。阿尔杰旁观了刚才的尝试，只觉愚者比本身想象的还要神秘和强大。对于自己的记忆，他相信随着接下来的晋升，能获得足够的增长。对此，奥黛丽欣喜点头道：这真是让人高兴的提示。倒吊人先生，对于观众，你还有什么教导我的？说到这里，他转头看向上手：愚者先生，我会努力完成您的任务，尽量搜集到更多的罗塞尔大帝秘密日记。我说过，我是一个喜欢等价交换的人，刚才预付的报酬只相当于每人2页日记，如果有多余的，我会额外再给予。克莱恩用一种不占小孩子便宜的口吻平静说道：至于额外的报酬从哪里来，当然是新的罗塞尔大帝秘密日记，这将形成一个良好的循环。您真是一位慷慨的先生。阿尔杰默然几秒，以手抚胸，微微鞠躬。行礼之后，他转向正义道：我再强调一遍，观众永远只是观众，
我知道很多观众喜欢假想自己是主角或者别的角色，从而投入非常多的感情，以至于随着戏剧哭，随着戏剧笑，随着戏剧愤怒，随着戏剧悲伤。但这不是你这位观众该做的事情。面对世俗社会里的一场场戏剧，面对那一位位自觉或不自觉扮演着某个角色的人物，你必须保持一种绝对旁观的态度。只有这样，你才能冷静的、客观的审视他们，发现他们习惯的动作，察觉他们撒谎的口癖，嗅到他们紧张的味道，从种种细微的线索把握住他们真实的想法。相信我，每个人因情绪的不同，会自然的分泌不同的事物，散发出不同的味道。但只有真正的观众才能嗅出，一旦投入了感情，你的观察就会受到影响，你对别人情绪的感应就会出现偏离。奥黛丽认真倾听，眼眸愈发明亮，听起来很有趣。克莱恩在上手则听得心中一动。观众模要的要求概括起来，似乎就是做一位绝对中立的观众，这相当于某种程度的扮演了。扮演？难道罗塞尔大帝说的扮演是指这个意思？那我需要扮演占卜家，从而一点点消化掉魔药。就在克莱恩陷入思考时，阿尔杰讲解完了他所知道的观众要求，沉吟了一下道：好像没什么事情了，也许我们可以随便聊一聊，说说身边发生的事情。也许对自己很平常的消息，在别人那里会是非常重要的线索。可以克莱恩回过神来，微微颔首。他已经打算尝试着扮演一位占卜家，反正这看起来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那从道人先生您开始。奥黛丽颇感兴趣的赞同。阿尔杰想了想道，自称路德维尔上将的那位大海盗，又开始了探索苏尼亚海东方尽头的航行。黑色郁金香号的主人。奥黛丽斟酌着反问。是的，阿尔杰颔首回答。我都不知道是谁。克莱恩没有出声的旁听着，心里在考虑自己该说什么消息，既不会暴露自身，又能获得情报反馈的消息。很快，他有了决定，维持着愚者的高深形象，手指摩挲青铜长桌边缘道：据我所知，密修会丢失了一本安提戈努斯家族的笔记，这个消息并非只有廷根市的职业者才掌握，密修会以及他们关系紧密的非凡者同样知道。安提戈努斯家族的笔记，阿尔杰重复了一遍，低笑着摇头。我真好奇黑夜女神教会知道这个消息后的反应，为什么只说黑夜女神教会？克莱恩敏锐察觉到问题，但又不好开口，那会破坏愚者神秘高深的形象。这个时候，奥黛丽疑惑开口了：你为什么好奇这个？女神的教会会有什么特别的反应吗？阿尔杰笑笑道：安提戈努斯家族正是被黑夜女神教会覆灭的，具体是第4季尾声，还是当前纪元的初期，我就不太清楚了。克莱恩眼眸一缩，体内忽地涌现一阵凉意。这么看来，职业者对那本安提戈努斯家族笔记的重视远超我的想象。他们之所以提议我成为非凡者，有一定功劳和预防危险，应该只是很小一部分原因。他们希望的是我提高灵感，这有助于找到笔记。这一点，队长没做隐瞒，有提到过，但当时我并没有在意。听完倒吊人的解释，奥黛丽兴趣浓厚的开口：真没想到还有这种事情。好吧，轮到我了，我想想该说点什么。他略微偏头，以手扶额轻笑开口道：昨天我的礼仪老师在教导我怎么晕倒，怎么优雅而不失礼貌的晕倒，这是在社交场合逃避一些尴尬情况和可恶家伙的实用技巧。呵呵，我刚才是在组织语言，我真正想说的是，自从在拜朗东海岸的战争失利，国王首相和所有的先生们都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有着迫切改变的愿望。